们每篇文章的产出就还是挺艰难的，各种掉头发才产出来的，几百位医生都达成共识是不容易的。那一篇文章看到特别多的女性的评论，就是哎呀，最害怕看妇科了，如果妇科医生都有这么温柔就好了。10年，我们写下了数千篇询证文章，400多位专科医者和100万读者在此相聚。今天，我们想把这个双向奔赴的故事讲给你听。2013年的时候，我还是微博上的小微，最开始只写段子，后来来了卓正以后，我觉得还是想让自己的创作对大家有更多价值。医生和家长之间巨大的信息差，有一些最简单的，包括感冒的护理和治疗，避免走弯路，避免折腾孩子的信息，但是家长其实不知道的。很多患者他都是慢性病，如果没有医生跟他讲的话，这个药他还是不会好好吃，那么就是反复的住院再住院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很希望能够把干预的节点往前提。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有时候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夸大的，可能会给患者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带来挺多的焦虑。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有这个责任站出来，把自己知道一些正确的东西给讲出来。医生啊，天然对于风险零容忍，我们每篇文章的产出就还是挺艰难的，各种掉头发才产出来的。我们有一个交叉的审核的制度，就是一篇文章写好了，通常会需要1到2个医生去参与审核，编辑部的同事会进行文章的一些用词的润色，读者更加容易懂。公众号下午4点钟按时的推送文章，当天上午可能9点10点左右呢，文章的预览就会发到我们的全体医生群里。如果内容暂时确定不下来，医生们还要讨论一下，或者我们还需要查询更多的资料，那我们今天赶紧换文章。哇，那篇文章一发就炸了，因为那个文章呢，它涉及到2个学科，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当天真的就是热闹在群里讨论了一天，不停的改，改到下午，眼看已经快4点了，真的就是改不完，发不出去，还在有医生提意见。我们合计了一下，就说这个文章呢还是要当天发，但是我们把它改得好一点，改到改无可改，我们再发5点钟还是7点钟才发出去。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每一篇文章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而且我们内部所有的医生，几百位医生都达成共识是不容易的。最开始可能算是更想把专业知识传导给大家，比较像是教科书上的东西，挺枯燥的，也是难为那时候的家长也能够看得下去。我们卓正的整体的文章风格也在变，从最早期的一个偏向知识输出者，现在呢偏向一个用户困惑的解决者和陪伴者。有些时候呢，更多是一个故事或者案例的形式引入来讲，更加把读者阅读体验放在第一位。因为外面有一些机构号称就是可以逆转啊，我还专门自己去当一个客户，然后去那边一个视觉训练，然后每一项的去告诉大家他是怎么样去忽悠大家。新华社还有人民日报都转载了，上了热搜前20，我是第一次能在微博上热搜。我们卓正医生的科普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的。现代医学如何看待所谓的积食现象，是完全从现代医学来解释所谓的打嗝呀、睡不好啊、口臭啊等等这样的现象，然后就会越来越信赖我们，越来越喜爱我们，也成为了卓正儿保专业组的一个立场，也被很多的同行和同事援引。但还有很多家长就不置可否，不一定需要让家长都变成循证的铁杆粉丝，但我们要抛出我们的立场，他们越认同这个概念，就会越不焦虑，也会越愿意去影响周围的人。昨天看门诊的时候，有一位妈妈，她又说啊，张医生，你那篇鼻窦炎的文章真的是帮了我太多。每当我跟孩子鼻涕磨不下去的时候，大半夜觉得孤立无援，我就把你这个文章翻出来反复的看。然后还有一位家长从来没有见过，连面诊都没有面诊过，就签约了我的私人医生服务。那家长非常激动，他说，哎呀，张医生，你知道吗？最开始我就是看你那篇鼻窦炎的文章，全部都解答了我们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我想你一定能懂我们，一定能够给到我们帮助。之前大家的想法都是觉得来妇科看诊是非常冰冷的，很痛苦，非常尴尬，没有隐私，很恐惧。那一篇文章看到特别多的女性的评论，就是哎呀，最害怕看妇科了，如果妇科医生都有这么温柔就好了。
所有的妇科医生看到这篇文章会有触动，所有害怕看妇科的女性看到这篇文章可能也会有触动。跟其他医生一起写的，我们两个都没敢数证明，其实是很多医生的一个困境。经常会有朋友、亲戚，甚至不太熟的人问你：“哎呀，我肚子疼，应该吃些什么药？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化验单。”但其实证据上面来说，这样子的咨询是挺危险的。你在咨询的时候，可能没有彻底的把你的情况讲清楚。医生呢，当时也不是工作状态，没有去仔细的，就像破案一样的去寻找线索来帮助诊断，所以特别容易出现漏诊和误诊。评论区是非常的精彩，因为很多医生在那里回复说就是深受其害。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一个创作者团队，坚定笃行循证医学理念的一些医生。医生是一个要不断学习的行业，要提供值得推敲的好的科普文章。我们医生都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学习资料，你要知道它可以是多靠谱了。所有育儿的知识，除了1岁之前踩的那些坑，都是在来到卓正以后被卓正的医生们洗脑，慢慢的摆脱了传统育儿中的很多坑。读者既是我们的服务的对象，也是我们的监督者和鞭笞者，他们会不断给我们反馈。非常幸运遇到了一批热爱循证和坚守专业的读者。10年如一日的支持，才支撑我们走到今天。非常多的我们的忠实粉丝，不光看他，还是我们的宣传大使。每一次留言，每一次阅读，每一次转发，都是我们前行的一个燃料。希望我们的卓正科普一直能够坚持做我们医疗信息科普的一股清流，继续用循证的温和而坚定的声音，能够让我们的用户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寻到那一份他想要的安心和信任。我的心里话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进去哦。如果你真的想把一个健康问题搞清楚，还是要看长文章，短的文章很难的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只了解片面的信息，其实还是挺容易做错决策的，有可能浪费钱，也影响了健康。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读者群体对我们过去10年的包容。家长朋友们更加轻松，不用逼自己去阅读文献成为专家。我希望能通过卓正的科普文呢，我们就能轻轻松松的获得很多健康的资讯。坚守的循证，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希望正确的观点让更多的人去知道和了解。如果你觉得孤独的话，可能是把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转给你的朋友，也许你能够改变他的观点，然后你又多一个盟友吧。希望大家对我们卓正的所有的文章继续保持关注，不管是正面的一些鼓励啊，还是负面的一些评价，都希望大家能够表达出来，继续陪伴我们，支持我们，然后也鞭策我们。希望大家都能爱自己，爱自己的生活，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边的一切。感谢你们10年来的每一次阅读、留言、转发。未来我们会继续创作更多循证、靠谱、实用的科普作品。你们的信任，让科普之路不觉孤独。